据台媒消息，台空军此前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卢克基地的 F-16A/B 战机正分批返台进行性能升级，但周一下午，一架 F-16A 在途中因起落架问题，在夏威夷檀香山硬着陆，机头受损，人员无伤亡。对于这起意外，台军高层很低调，不予评论。这是短短1个月内 F-16发生的第3起类似事故。台购美战机事故频发，引发外界关注。此次硬着陆事故也意外泄露诸多内幕。来看看报道。当地时间周一，一名美国空军驾驶一架编号930817的 F-16A 从美国亚利桑那州卢克空军基地起飞返回台湾，进行 V 构型升级改装，但在降落夏威夷檀香山国际机场时发生硬着陆，机场方面出动消防车等设备严阵以待。图片显示，一架 F-16A 战机停在04R 跑道尾端，据称这是一条与美军西肯空军基地的共用跑道。据夏威夷当地媒体檀香山新广报报道，这架 F-16A 战机降落时起落架未展开，机头着地。飞行员为了防止机毁人亡，在着陆时动用了尾钩。据台媒说法，飞行员最后单靠主轮降落，搭配以尾钩拉住拦截钢索，紧急以进场端捕捉的方式在跑道尾部急停。据美联社等多家媒体报道，出事飞机由美空军飞行员驾驶，战机紧急降落后，飞行员一度送院观察，但身体并无大碍，已经离院。在地面上都会有拦截钢绳，那拦截钢绳的话，就要你飞机上，像战斗机它有捕捉钩，在它机腹下面，它在空中先把它放下来，让它稳定，因为捕捉钩你放下来，对不对？它马上就会勾接到。勾接到的之后呢，你滑行的距离就不会很远。捕捉钩的勾接也非常的顺利。也让飞机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停下，造成最少的损伤。其实这飞机算是轻损了，我认为轻损，这个修复的困难度不高。所谓进场端捕捉呢，是指飞机在进场着陆时放下了尾钩，然后呢准备挂这个阻拦索。那进场端呢，就是指机头对准跑道的这一刻，这个时候呢放下阻拦索，然后呢再让飞机不断的下降。最后呢，着地。美国的 F-22和 F-16都是典型的装有尾钩的陆基战斗机。这些战斗机的尾钩不是为了在航空母舰上降落而准备，而是在刹车失灵或者是飞机结构受到破坏时紧急降落使用。此外，如果飞机跑道不够长，也可使用尾钩。在空军基地甚至许多民用机场，在跑道上都设有数道阻拦索和阻拦网。紧急降落时，飞行员会指示机场将阻拦索位置升高，以便抓取。据悉，在地面上安装的迫降拦阻索系统可拦截最高时速约333公里的飞机。首先说明美制战机呢，对于安全性方面是考虑的比较多的。你看它在 F-16战斗机上就装有尾钩，这明显就是考虑到呢起落架万一放不下来，它可以呢与尾钩呢挂拦阻索，去进行的迫降。在军用机场的话，那它是普遍设置这种拦阻索的。檀香山国际机场呢，特殊性在哪儿呢？就是它位于夏威夷而夏威夷呢是美国很大的一个军事基地，海空军呢在这儿都是呢部署着大量的兵力，所以像檀香山国际机场呢，它也要作为呢战时能够使用。台空军方面对此事低调，并未证实或评论事件。但据岛内媒体报道，台军驻美卢克空军基地人员有限 ，F-16的地勤维修外包给美方负责，因此大部分岛内媒体认为，这次硬着陆事故将由美方负责维修费用。台湾地区媒体强调呢，让美方负责维修费用呢，主要是在对外说明这次的事故是美方的责任，而不在台湾地区方面。这架飞机呢是从美国卢克空军基地呢起飞的嘛，维修呢也是呢美方的人员进行的，所以那起落架放不下来，肯定是美方维修呢没有做到位嘛。此前有夏威夷当地媒体报道称，出事的是美国战机，因为这架 F-16是美国空军涂装。但事情曝光后，外界才知晓，台军在美 F-16机队共约有10余架战机，都使用标准美国空军涂装。因为这是在美国训练，所以这有些涂装它有一些规范，那这是大家的默契。不仅伪装成美军战机，这些隶属台空军的 F-16实际上由美方人员负责安排飞行，然后都是美国的非常资深的战术教官来帮我们带飞，然后美国来帮我们做这些基本上机务的维修。台湾地区的这些 F-16战斗机呢，在美国是被编入美国空军的第21中队，涂装呢也是美国空军的涂装。那么在飞行训练方面也是完全的听美国人的安排。那这样一来的话，就是所谓的美台之间的一种默契嘛。
当然了，这些费用啊，全部呢都是台湾地区呢来掏啊，包括呢飞行训练费用啊、弹药使用费用啊，以及呢培训费用等等。台湾空军近年来代号凤展专案的 F-16V 战机性能提升案，耗资新台币约1100亿元，约合220亿人民币，将现有140架 F-16AB 升级为 F-16V， 主要是雷达和武器系统升级。由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与台湾汉翔公司联合接下订单，速度为每月交付3架。而基于训练需求，此前台空军约有10架 F-16AB 战机在美国卢克空军基地供使用。凤展专案也制定了这批飞机返台接受改装升级的方案。夏威夷檀香山是这批 F-16战机返台的中转站。据台军方人士披露，1997年 F-16AB 从美国飞回台湾时，共空中加油19次，平均约1小时加1次油。从美返台航程分3段，分别是德州沃斯堡至夏威夷西肯空军基地、夏威夷至关岛安德森空军基地和关岛至嘉义空军基地。那这中间要向美国空军租用那个空中加油机啊等等。那这次他就在由美国西岸飞往这个夏威夷的这个时候，因为在夏威夷要落地加油的话，要在夏威夷的西肯机场就是西肯原本是西肯空军基地然后进行例行的这个加油跟例行的维修作业。台空军 F-16战机及飞行员在美国接受训练仪式此前颇为低调，但民进党当局上台后日趋高调。2019年，台外事部门负责人吴钊燮曾把自己到访当地，身着飞行员服装站在战机前合影的照片发表在了社交媒体上。台湾地区军队从美国购买的武器装备很多呢是由美军呢直接使用主要有这样2个原因。一呢是美国呢为了更好的去对台湾地区军队进行控制防止呢台湾地区军队呢进行一些呢冒险影响美国的大战略所以美国呢就是把台湾地区买了的这些武器装备扣下一部分。那第2个原因就是台湾地区它为了和美国呢进行更多的绑定，实际上呢也是要抱美国的大腿。台媒称，此次硬着陆事故虽为轻伤，但意外泄露美对台军售内幕。不仅台当局高价购买的 F-16战机却是美国涂装，供美国飞行员使用，还长期停放在美国的机场。还有岛内网友留言表示，这不仅是凯子军购，还是送上门的凯子军购。此前有岛内舆论曝光，目前美国未交付的对台军售项目就已积压达142亿美元。有台空军退役将领指出，因为军事武器频繁更新换代，美国对台军售的武器迟迟未到货，已经过时了，在战场上不符合实际需求。分析就认为，台当局向美国购买武器的预定金已经交付，钱交了拿不到武器也不敢抗议，美国自然不会着急。现代武器，特别是信息化装备更新迭代速度快，如果5年后美国再交付给台湾，战机指标必定不是先进水平。对于美台之间的军事勾连，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此前曾表示，我们坚决反对台美之间任何形式的军事勾连，坚决维护主权安全。我们敦促美方在台湾问题上恪守中美3个联合公报规定，停止任何挑衅。民进党当局勾结外部势力谋独拒统，是把台湾老百姓引向灾难，其图谋必遭失败。